家好，欢迎收看木板年画，我是广州航海学院的郭亚东。这期节目我们来聊一聊年画的保护与传承的问题。中国木板年画属于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文化遗产是构建人类社会文明的主要象征。华夏文明数千年来积累的文化遗产灿若星辰，且存续有序。传统木板年画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工艺美术类的一项重要的项目，是中国工艺美术史上的一朵奇葩。目前，包括天津杨柳青、河北武强、苏州桃花坞、河南朱仙镇、四川绵竹等在内的国家级产地项目共计18项。前面讲到，这些分散在各地的木板年画非遗项目，现在正打包申请世界非遗。文化遗产应在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中发生发展，便具有了某种意义上的社会属性，具体表现为物质和非物质属性、功能或商品属性、公共属性、文化属性和历史传承属性。我们先来看物质和非物质属性。文化遗产分物质类和非物质类。物质类文化遗产又称有形的文化遗产，即传统意义上的文化遗产。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那简称《世界遗产公约》，包括历史文物、历史建筑和人类文化遗址等。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是与满足人类物质生活基本需求的物质生产相对的，以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需求为目的的精神生产。这种非物质性并不是与物质绝缘，而是指其偏重于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精神领域的创造活动及其结晶。如木板年画，就其非物质性而言，主要指传统制作技艺和木板年画在精神表达上的内涵部分。而木板年画同时所具备的物质属性，则体现在工艺中有形的工具、材料、画面和色彩之中。我们再来看功能属性。文化遗产的功能性呢，是指文化遗产本身具有的某种解决人类实际问题的能力，也是其作为人类精神文化活动的一项重要标志。功能的意义在于满足人类对于某种精神生活和文化内涵的探求，最终作用于人的生活。如传统木板年画中的瑞桃千年寿，流开百子图，用瑞桃象征长寿，以石榴象征多子，主题鲜明地突出了其功能的意义。另外，文化遗产的功能性也在某种情况下表现出一定的商品属性，以具体的商品价格来标的其功能的价值。第三呢，是公共属性。文化之所以会成为遗产，是在群体利益代表的驱动下，经过长时间的累积逐渐形成的，不是一家一言。而群体利益的代表者必须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提供这种作为主体塑造的人的文化。所以，文化遗产具有公共性的特征，这也是文化的本质属性。所谓的文化同源、文化认同，即源自于此。具体体现在木板年画中，大家看到牡丹会自然地联想到富贵，看到莲花和鱼在一起，就会联想到连年有余，这都是文化符号的公共属性使然。第四个部分是文化遗产的文化属性。无论是物质性还是非物质性的文化遗产，都反映出文化的主体概念。物质是文化的载体，文化通过物质或非物质遗产的方式，比如神话传说、
民间美术、民俗等表现出来。因此，文化遗产所具有的最重要的属性就是文化的本位性。载体的方式呢，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环境的变化、工艺技术的发展等外部因素发生变化，但文化的主体性和本位性则保持不变。这也是文化可作为遗产并被传承的重要依据。第五个是历史传承属性。文化作为一项遗产被保留，本身就足可以说明其具有的历史属性和可传承属性。这种属性也是文化得以不断发展的原生动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文化的载体，比如像文字、音乐和美术等，在这个过程中则起到有效的传承作用，将历史的信息作为可被记录或传授的经验被保留下来，供后人借鉴或学习。在信息存储手段尚不发达的过去，正是因为有了文化遗产的存续，今天的我们才能走入真正的历史。文化遗产的存续和保存是近些年来经常被提及的话题。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和现代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文化生态呢正面临着巨大的变化，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受到严重的威胁。以木板年画为例，作为民间美术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千余年的农耕史中，默默扮演着民俗和民意文化传递者的角色。直至进入近现代工业革命时期，其社会功能性的退化和大众文化审美意识的转变，导致其逐步走向衰微。从历史成因来看，这也是近代国家技术进步和文化发展的一般性结果。新世纪伊始，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迎来了20年以城市化为标志的高速发展机遇。只可惜，中国经济模式的粗放型增长，并未能同步自觉地带动本土民族文化的大发展。靠人口红利和低附加值加工为主的经济增长，一旦停止，文化的问题也就一并水落石出了。这种情况下，核心科技创新和以复兴传统文化为代表的文化自信被摆到了台前，成了时下社会发展的两大主旋律。基于此，从国家责任的层面看，近些年各级地方政府越来越多地将文化遗产保护列入了重要的议事日程，并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通过建立相关责任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建立文化遗产保护协调机构，建立通报制度、专家咨询制度，建立通报制度、专家咨询制度以及公众和舆论监督机制等，开展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工作。另外，在此基础上，联合有关学术机构、大专院校、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各方面的作用，共同大力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和宣传。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签订以来，世界各国，特别是传统文化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热情空前高涨。2006年起，每年6月的第2个星期六被确定为中国的文化遗产日。2006年和2008年，国务院先后公布了第一批和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1075个项目被确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了全面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国策。意见的出台，为传统文化在当今时代的作用发出了铿锵有力的声音。但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实践中，
我们也看到很多问题。许多地方政府和企业表面上热衷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实际上却是以保护的名义，把尚待雨露的非遗项目当作拉动地方经济的工具，进行直接产业化开发，拔苗助长。一些地区的文化部门只热衷于把民间习俗搬上展会和舞台，通过表演的方式进行保护和传承，不关心其原生态的文化土壤生存问题。这种简单的照搬和抽离，扭曲了民间习俗的形象，最后只保留了文化遗产的形式和皮毛。非遗进校园如火如荼，各种围绕非遗的比赛项目也层出不穷，但一些基础性的问题尚待解决，师资问题、课程标准化问题、与学生年龄和专业匹配优化的问题、相关教学研究理论性成果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相对隐蔽，却是基础性的，要先解决好。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中遇到的问题多复杂而深刻，理论多于实践。文化遗产的多样性和原生态性应获得尊重，真正优秀的文化遗产传承人也应该被善待。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涉及到大众文化审美水平的整体性提升，是文化自信的根本。通过多年的专业实践，我们积累了一定的关于木板年画保护传承的经验，在这里呢分享给大家，主要分以下几个方面：教育传播、设计转化、田野调查和展示推广。第一部分，我们来先看一下我们在教育传播这个领域所从事的一些工作。从2015年开始，我们陆续通过了社区教育、亲子活动、传承人研修班和非遗进校园等方式，在广州市及周边范围开展教育传播的活动。目前已经形成一定的区域影响效果，尤其在非遗进校园领域，目前已经形成小学、中学、大学3个梯度的木板年画教学课程体系，并实现了包括教学大纲、课件、教材、工具包等在内的整套课程标准化体系的建设，为地方传统文化项目的教育和传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以下是我们从事的一些工作的具体案例。那第一幅是我们参加的岭南祠堂文化节的一些公益项目活动，这个是社区教育。那第二项是我们参与广州市黄埔区青少年宫的一个公益活动，是亲子类的。那下面这幅是我们参加农民工博物馆一个公益项目这里面参与活动的呢都是农民工子弟的这个孩子们。那下面这一个照片是我们在广州市举办的为期3年的一个传承人研修班项目。那2017年我们做的是河南朱仙镇的传承项目，然后2018年我们做了苏州桃花坞的传承项目。2018年同时我们做了一期针对中小学教师的公益师训班，然后到2019年我们做了一期天津杨柳青的传承人公益。然后我们对学校也有一些这样的课程比如这个是黄埔中学的一个木板年画的一个兴趣课。下面这个是广州市琶洲区直信中学的一个木板年画的课程。除此之外，我们还通过跟广州市教育局的一些专业教师开展相关的教学科研活动。这是在大学的这个社团建设的活动。这2张图是我们在大学的木板年画专业教学工作室的实际场景。这个呢是我们在大学开展的木板年画课程的校外实践基地的一个实训的环节。然后我们同期
在课程的教学设计上尝试了很多种方法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课程的一个总体的纲要和计划。右侧呢是我们的视频的教学截图，然后这一幅图片呢是我们今年做的一个关于佛山木板年画的一个活化的一个项目，它使用的是 VR 虚拟仿真以及游戏技术的结合，将佛山木板年画呢在一个岭南古建筑是一个民居建筑内，用 VR 虚拟仿真的形式呈现它的具体应用场景，具有一定的交互性。里边年画也将它用动画的技术实现为一种动态的一种演示效果。与此同时，我们开发了中小学版的木板年画的教材，这个是我们开发的中小学版的一套木板年画标准化的教学工具包。然后我们在大学的木板年画课程，这是一个象征性的结果我们做了一次专业的展览。在2016年，我们被广州的新快报发现广东栏目，有4个专栏的专题介绍，是我们在大学开设木板年画课程的一个专题的报道。如今呢，这个项目我们进行到第5年了。好，这是第一部分教育板块的。那第二部分我们来好，以上是我们在教育这个板块所从事的一些专业实践。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在设计转化领域，我们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这幅图片是我们在一次毕业设计的过程中学生参与的一个实践的项目，是广州清远地区的一个红茶企业为他们设计的一个年画主题的一个茶包装。第二幅图片显示的是我们设计的一款年画主题的年礼我们利用了一个装置就是在一个礼盒内部用一扇这个古式的大门就是有门栓的这个大门的形状，然后在内部把它打开之后呢，呈现为一幅立体的古典年画的这种形式风格的这么一个包装设计。2017年我们也做了一套类似的一套年画的礼品这个就是这个海报。然后在一些文创产品方面这是一套这个文具类的年画衍生品。我们还尝试把木板年画的这种工艺和现代皮具设计做一些结合。那我们看到的这个皮包上面的图案是我们用木板这个刷印的方法手工印制在皮面上的。通过一些特殊技术的处理达到这个皮具上面颜色的这种保色性。那还有一些其他类的快消品，像这些棉麻袋之类的这一个系列是以纸马的形式为主题一个系列。那同样的，我们还开发了这个系列的一些文化衫。这个模特是我的一个学生他也跟随在我们这里学习过一段时间的传统木板年画。好，这幅图就是我左手边的这幅图。这幅图呢是一幅新年画当然是打印版这个年画的主题是事事如意，是我们在19年创作的一个广府题材的一个年画作品。我们看在画面当中，主体呢就是一头南狮然后围绕这个南狮为主，旁边有一些扮演的角色儿童以及一些乐器鼓叉锣之类的。那后面有一个岭南霍尔墙这种形制的建筑，以及新广州广州塔为标志的这么一些建筑物。那我们用这种方式来对传统的木板年画做一种创新和转化
让它符合当下时代这个审美的这种特征。这幅图呢是我们的一个街头这种涂鸦的一个设计实际上也可以理解为插画，是传统的钟馗形象的一个现代化的演绎，结合了一些街头涂鸦的一些艺术。接下来这幅是我们设计的一款纸钞的一个图样的设计，那使用的形象是传统的招财进宝和聚宝盆然后2017年我们参与了广州市的这个全球财富论坛的一个非遗传播的活动，当时我们也是创作了一幅符合这个活动主题的一幅年画，叫及时揽财。这个年画里边所表现的内容是使用广府的一个传统的鸡公揽的一个主题形象。那这个所谓及时揽财的及就是画面当中这个鸡的谐音，然后揽财的这个招揽的揽又对应的是鸡公揽，就是这个橄榄的榄。下面是聚宝盆背后有摇钱树。那在整个场景的背后出现了也同样是代表新广州的广州塔的形象。这是一个我们创作的一个线稿，就是关于这个学生学业进步这个主题的一幅鲤鱼跃龙门的一个年画线稿创作。好，再来看一下我们在田野调查这个领域所从事的一些工作。图片显示的是我们在2018和2019年2年为期2年的一次田野考察活动。那照片中出现的是我们在广东省江门市然后一个很地方性的一个年画产区。但这个年画产区呢，目前已经不再从事年画的生产这门技术在他们的后人等于是有失传的这种危险，但是他们手上还保留了一批古板这个是他们祖上留下来的。那原先的一些仅有的一些年画的画样也为数不多了。那我们在这2年的考察实践中呢，做了一次系统性的这个梳理帮助他们把一些基本的数据和一些年画的基础的材料做了一下梳理，并形成了2篇考察报告第一篇是2018年形成的龙安年画粗考2019年我们形成了另外一篇再向龙安。那这个项目我们目前为止还在持续的进行中，我们希望将来有一天呢，能够帮助他们去实现传统这个制作工艺的一个复活或者说能够把传统的工艺能够重新激活。然后下面是我们在18年去湖南龙回这个地区考察的一个传统纸马和木板年画的一个项目，就是滩头年画和当地的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纸马的品种那同时考察了当地的这个手抄纸工艺，因为这个手抄纸工艺和当地的年画的制作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那它属于产业链上的一个上下游的关系。这个是我们形成的相关的一个考察报告。然后我们在12年在河南朱仙镇的一次考察回来之后呢形成了另外一份朱仙镇的考察报告。那第4部分我们看一下在展示推广方面我们所从事的一些工作。从2015年开始，我们在我们的公众平台陆续推出了相关的木板年画基础性的一些推文用于木板年画的基础知识的推广。比如说这些封面这个推文封面中涉及的登科及第财神，然后小年祭灶，然后年画当中经常出现的这个立头，以及木板年画基础的制作工艺
和正月15元宵文化等等一系列的关于木板年画的基础性的知识。那另外，我们也开展了到目前为止有3次的木板年画的主题展览，这个有的在社区，有的在高校是从2019年的年初开始。那第一个是门神的主题展第二个是娃娃的主题展，第三个是跟纸马有关的一个主题展。今天我们已经清楚地意识到，空讲经济增长，不讲增长质量的代价，核心科技实力加文化自信才是核心竞争力。我们的科技从落后的一穷二白开始，正在加速追赶，有些呢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值得自豪。所以科技的问题主要是创新，而我们的文化曾经屹立于世界之巅，也差点遭遇覆灭。如今我们从头再来，在讨论文化复兴和文化自信前，需先做到文化自觉。所以文化的问题会稍微复杂，有复兴的问题，有自信的问题，但更重要的其实还是自觉的问题。那现在我们基本还处于自觉的这个阶段，就是说还不是特别了解自己和自己的文化，所以传统文化遗产的普及以及推广和保护，也就是恰当其时。当然，时代的发展也在实时推进着文化的演变，有些当然，时代的发展也在实时推进着文化演变，有些传统文化看上去有些过时了，但细究起来，大多可能还只是个表里的问题。变化的很多是形式，其精神的内核并未发生实质的变化。如传统年画中反映的24孝文化，那些名字听起来有些吓人的历史故事，其实质却是传统孝文化中的孝感动天的精神内核的外化，不必过分拘泥于从今天的社会角度去评判。搞清楚这一点，会有助于我们正确看待传统文化在当今社会的价值，理性分析和判断文化的流变规律，控制好文化发展的方向。民俗不虚，有口传即习为；年画不假，皆满载情感和精神。木板年画进行到此，已完成了整个系列的内容。感谢大家一路以来的陪伴，希望大家多提意见，也希望继续关注木板年画，关注我们身边的民艺和民俗。再见。